巴基斯坦拿到歼十 CP 之后，那个高兴啊，认为完爆 F16。他们呢倒也是挺直脾气的，这一高兴就开始往外给你爆料。可是这个无意之中啊，却透露出了一些中国6代机的信息。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巴基斯坦首屈一指杂志啊，近日就刊登了题为《入龙开创新时代》的一篇纪实报道，详细介绍了巴基斯坦接受首批歼十 CP 战斗机的整个过程，这细节满满，而且呢还爆出了很多消息。你就比如说，他们提到说这个歼十 CP 的发动机是很强劲的，推力达到了29000磅，换算一下，大概呢就到了13.2吨吧。拉希姆中校就说，飞行员在加大歼十 CP 战斗机动力之后呢，是大吃一惊啊！这一脚下去啊，比 F16 动力还要大，和2架半的幻影那加起来的动力那还要大呢。这话说的吧，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我就挺奇怪的。你说难道咱们这个歼十还要脚踩油门搁那加油吗？不管怎么说吧，这就说明咱们歼十的发动机啊达到并且超过了通用动力的 F110 GE129，这种发动机呢是用在 F16CD 和 F15E 上的。这和有传闻说啊，咱们的最新的发动机已经达到了 F110 GE132 水平的这个说法呢，似乎有某些重合的地方。不过呢，也许巴基斯坦飞行员飞的都是比较老的那个 F16AB， 那个用的还是 F110 发动机啊，这个可能这就差别就出来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巴基斯坦那边高兴，我们也是高兴。不过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我们有不足。你比如说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和美国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巴铁呢还爆了不少的料，其中有一个啊挺有意思的。它这个就是这个料，无意之中透露出了我们中国6代机的一些端倪。他们说这个歼十 C 啊，它配备了语音识别，飞行员可以通过发出语音啊来指令这个飞机去完成相关的这个动作啊。这个人机快速的交融，这就大大提高了作战的反应速度，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是极其的重要。当然，这个技术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了。你像 F35啊，法国的阵风呢，都用了语音识别。不过，据巴方反映呢，现在歼十 C 的这个语音识别是非常的准确，而且还能识别口音甚至方言。这就有意思了。他们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你看这个印度啊。他们买那个法国阵风啊，因为这个语音识别不准，老给你出乌龙事儿的印度是大为恼火呀，甚至要求法国这边啊，我给你暂停付款哈。不，这事儿啊，我也得替法国说一句，这个也未必就说法国这个技术不够干，你也不知道这印度飞行员他那口音到底怎么回事。另有消息说呢，歼十 C 的语音识别技术来源于歼20，而歼20的这项技术是非常的强大，能够识别80多种口音和方言，甚至能对付那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的广东人啊。这当然这都是大家开个玩笑这么说一说啊。那么这项技术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白菜化了只是看客户想不想要用。有朋友就说了，说你这语音识别有什么新鲜的吗？你看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它就能语音识别，不但能语音识别，它不高兴了还能给我顶嘴呢。那好，我们就在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有外媒就提到，我们中国已经在歼16等机型上来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了。说到底语音识别是人工技术的一部分，其背后呢是一个数据库的整合能力、先进的算法分析判断、指令分发、软件和硬件的结合等等这一系列复杂和技术的工程。目前呢，我们在这方面呢是世界的第一梯队。人工智能就是未来6代机的重要技术之一。那我们再联系到巴方飞行员对我们歼十 C 的动力机动性武器等的一些描述，特别是这个动力我们要注意一下，说明我们这些年在这个军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进步是非常的快的。那么往后咱们肯定会有更加成熟、可靠性更高、性能更好的发动机。结合这些因素，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出一些6代机的思路，甚至是若隐若现的影子。当一些技术开始白菜化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最先进的东西已经初步成型了，这个就是底气。所以呢，我们的6代机非常值得期待。